将一堆构树皮在河水里浸泡漂洗7、8天，再放入河边修建的石灰池蒸煮。这是天工开物中的古法造纸技术，这样造出的纸薄如蝉翼，可以用来修复几百年前的古书籍。在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，这个偏远的苗族村寨至今流传着一种古法造纸技术。村民王兴武正带着儿子上山采摘构树皮，王家祖祖辈辈都从事造纸，到了王兴武已经是第19代，他正在传授儿子造纸的要领。构树皮是古法造纸的最主要原料，这种树生命力顽强，剥去树皮后，第2年又能长出新的树皮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就开始造纸，天工开物上就完整记载着造纸的流程，从树皮采集、河里浸泡、蒸煮、烘焙到纸张成型，这些工序充分体现了古人利用自然的智慧。而这项传统技术已经在贵州大山深处传承了2000多年。石桥村有一条街就叫纸街，王兴武一家就住在这里。几年前，他靠着造纸赚的钱，在村里建起了2层大房子，这里家家户户都有着造纸的设备，但现在大多已经废弃。在石桥村旁的仓库里，存放着王兴武自己采摘和收购的构树皮。夫妻俩将树皮运到河边，这些晒干的树皮又干又硬，需要在河水里持续浸泡7、8天，等待树皮变得松软。这便是天工开物中提到的同堂漂净。通常树皮要在水里浸泡漂洗许多次，10多天后再捞出进行沤煮。他们直接在河边修建了一个石灰池，将树皮用石灰浸泡蒸煮，再搅拌混合时，一不小心石灰水就会溅入眼里。王兴武抓紧冲到河里冲洗眼睛，否则石灰水的腐蚀性会伤害眼睛。经过石灰水的沤煮，树皮中的有机物溶解，只留下了植物纤维。这样的蒸煮需要持续6到8天，期间需要夫妻2轮扳指手，不断往炉子里添加木块和煤块，同时防止火势太大烧焦树皮。6天后，煮好的构树皮可以捞出来，准备下一道工序，用推车再次放到河里浸泡，等待树皮发酵。这时造纸所需的纤维开始出现，反复蒸煮和漂洗后，树皮开始蜕变为白色。浸泡好的树皮再经过反复捶打，才能变成造纸的纸浆。在千万次的捶打下，树皮中的纤维被挤压、拉伸和断裂，然后又重新组合，才能成为合格的纸浆。夫妻俩一天捶打12小时，只能捶打出10公斤的纸浆。纸浆蜕变为纸的过程，王兴武选择在一处洞穴内进行，反复捶打出来的纸浆再倒入打浆槽搅拌，纸浆变得更加细腻，用竹帘将纸浆抄起。天工开物中称之为当料入帘，村民叫做抄纸。早年王兴武组织村里的造纸好手成立了造纸合作社，有订单的时候大家一起做。刚成立时，一张纸卖7分钱，如此复杂的工序带来的收益却不可观。为了提升效率，有的村民用上了现代工具，用电钻来搅拌纸浆，省去了用木棍搅拌的时间。随后还要加入一种由植物根须调配的液体，提升纸浆的粘稠度，又能将堆积在一起的纸张进行分离。将滤杆叠在一起的纸张分开是一项技术活，用手小心翼翼碾开，再贴在火墙上，在天工开物里称之为干焙火透。整个古法造纸过程需要经历1个月。这种纸坚韧洁白，还能防虫蛀。石桥村的200多户人家里，大多数人都会造纸，但是随着工业造纸技术的发展，这种古法造纸彻底失去了生存市场。传统古法如何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呢？这是一种几乎透明的纸张，是从村民家的猪圈里生产出来的，但却被用来修复博物馆里的古书籍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村民王兴武听说了难度很大但收益很高的古籍修复用纸。古籍修复用纸对厚薄、纤维长度、酸碱度都有要求，这让只上过小学的王兴武犯了难。既然不懂数据，那他就一遍遍摸索和反复尝试。为了制作纤薄的修复用纸，还需要有一项助力，更好的抄纸竹帘。制作竹帘所需的竹子要求是3年以上、长且笔直的苦竹。蔡老伯做抄纸竹帘已经有几10年，也是石桥村如今唯一一个还在做竹帘的人。竹帘制作也尤为讲究，破竹、分片、干燥，可以根据不同的造纸需求拉出细度不等的竹丝。这次给王兴武制作的竹帘，蔡老伯就采用了最细的孔位，再把一根根细竹丝编织成帘子。跟随蔡老伯几10年的工具，仿佛成了他双手的延伸，他可以对他们如臂使指，手中的线斗飞快交织着，一张细密精致的竹帘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蔡老伯准备给竹帘刷漆，他们用的是生漆，过滤杂质后刷上漆的竹帘再放置2周，晾干的竹帘再不怕水的浸泡，可以用上很长一段时间。这种纯手工纯天然材料制作竹帘的技术也堪称一绝。抄纸竹帘做好，王兴武有了一些把握，但古籍修复用纸对纸浆的细度也有极高要求。经过2年时间摸索，王兴武在古法造纸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10几道工序，
终于生产出合规的修复用纸。这种纸太薄，只能一张一张生产。经检测，王新武的纸韧性高，酸碱适中，能够保存1000多年。造出合格的纸只是第一步，要怎样投入批量生产呢？这天，王新武打算把树皮放在河里浸泡，但村里的景区开发却让他无法开展工作。为了提高蒸煮树皮的温度，王新武开始修建锅炉。锅炉的高温能快速蒸溶树皮纤维。让王新武心烦的是，刚建好的锅炉还没投产，就被写上了拆字。王新武的造纸事业可谓诸事不顺。他请来了锅炉师傅对合作社成员进行培训，在确认蒸汽锅炉安全性后，合作社正式开工了。王新武还请来木工师傅对超纸工具进行了改造，可以提升超纸效率。为了扩大规模，他在村里找了个废弃的猪圈，准备当做生产车间。王新武的古籍修复用纸如火如荼开始生产。虽然猪圈生产听起来有点怪，但是这里却是王新武赚钱的风水宝地。生产出来的产品，王新武很满意。这些纸张不仅可以当做古籍修复用纸，还可以成为书法的特殊用纸。但王新武对品质的追求没有就此停滞满足，古籍修复纸被送到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。现在，王新武生产的古籍修复纸已经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大量采用，传统古法造纸就此迎来了新的机会。